今天我们来聊聊家中那些不起眼的旧硬币。也许你每天瞥见它们躺在抽屉角落，从未放在心上，但你知道吗？其中某些硬币的价值已经飙升了数千倍。一枚面值只要几角钱的硬币，如今竟然价值几百甚至上千元。如果你家里恰好藏着这样的宝贝，可千万别拿去乱花，因为找到它们，你就真的发了。今天就跟着钱币社的老板老陈一起来一场家庭寻宝，深入揭秘最值钱的3个年份硬币故事，看看你能否从中发现惊喜。首先，我们得明白为什么老硬币会变得这么值钱。其实道理很简单，物以稀为贵。一枚硬币发行量越少，保存状态越好，历史意义越特殊，它在收藏市场上就越抢手，价钱也就一路看涨。许多人平时对硬币不以为意，觉得它不就是几毛几分的零钱吗？可当年随手丢在储蓄罐里的一枚小硬币，经过岁月洗礼，说不定已经成了价值不菲的硬通货。比如我们要讲的这3个特殊年份，它们对应的硬币因为稀少或独特，价值翻了几十倍、几百倍，甚至高达2000倍以上。那究竟是哪3个年份的硬币如此神奇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揭晓。第一个要介绍的宝贝来自民国38年，也就是1949年。这一年对中国现代史而言意义非凡，同样也是硬币史上的转折点。在动荡年代，国民政府在台湾发行了新台币，为了让民众对新货币有信心，竟推出了一枚含银量高达2/7的流通硬币。没错，就是民国38年的新台币5角银币。别小看这半块钱，当时它可是台湾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流通银币，如今更是身价暴涨的收藏明星。想象一下，一枚区区5角钱的硬币，当年或许能买碗阳春面，现在尽可能价值上千元新台币。这枚5角银币为什么这么特别？首先，它诞生在币制改革之初，发行量很有限，只在民国38年铸造，从此绝版。其次，它的材质奢华，重约5公克，其中 72% 是白花花的银， 28% 是铜。抛光亮丽的新币握在手上，沉甸甸，一闪动还能看到银质特有的洁白光泽。当年发行这种银币，一方面是因为旧台币恶性通货膨胀刚结束，新政府想用真金白银来重塑信任；另一方面，那时金属材料还算充裕，以银币作为高面额硬币也有历史传承。但谁也没料到，这枚银币日后居然成了收藏界追捧的对象。5角银币的外观也很有趣，正面刻着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侧面，向圆周上方刻有中华民国38年字样，清楚标明了年份。背面则会有台湾省的地图轮廓，左右两侧分别刻着5角字样。由于台湾岛的形状很像一条地瓜，这枚硬币还得到一个可爱的绰号——地瓜银币。对很多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枚硬币不仅仅是货币，更是历史见证。它代表着政权转移、新币诞生和两岸金融体系的分野，所以在收藏市场上，它同样有着历史价值的加持。经过几十年的流转，5角银币早已退出流通舞台，多数人恐怕一辈子也没见过这钱。然而，老一辈的长辈们有时会把它当纪念品留下来。如果你家里有祖父母留下的老硬币，特别是标着民国38年的5角，一定要仔细找找看。由于银质币容易氧化，许多流传下来的5角银币表面可能已经发黑或失去光泽，但千万别嫌弃，那是银子岁月的痕迹，反而证明是真货。如果一枚老银币还保存着当年的原始光彩，行内称原光币，指从未大量流通，未经人手把玩抛光，带有铸造时细致的光泽，那价值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市场上一枚品相一般的5角银币可能就价值数百元新台币，而保存完美、银光闪闪的极品，甚至能卖出上千元甚至数千元的新台币高价。一算起来，这可是原面值的几千倍。当年的半块钱，如今抵得上一家人一顿丰盛晚餐，真正是藏在抽屉里的宝藏。当然，价值高就难免有假货潜伏。老陈特别提醒，市场上偶尔会有仿制的银币在骗外行，有些不肖商人拿成色差的银片仿铸，
或者把普通铜镍币镀银冒充。因此，如果你真找到一枚，看重量是否接近5公克，拿磁铁试试，真银币不会被磁铁吸引，用手弹一下，也许能听到清脆的银鸣声。如果人不放心，最好的办法是拿去找专业钱币商鉴定，他们经验老道，一眼就能看出门道。此外，还要注意别自行清洗硬币。很多人看到银币发黑，喜欢拿去用洗银水或牙膏擦一擦，想让它恢复光亮。千万不要这么做，在收藏界，带有天然包浆或银黑的硬币反而更受青睐，而被你一顿乱擦，反而破坏了币面的细节和历史痕迹，价值会大打折扣。真银币不怕岁月沉淀，就怕现代人好心办坏事。所以找到宝贝后，轻轻用软刷拂去灰尘即可，保存原状才是最好的。总的来说，民国38年的五角银币是个典型案例，发行罕见，加材质名贵，加历史特殊，让一枚旧硬币成了抢手货。如果你在家里找到它，那真是走了大运。不过别急，传说中的硬币三宝还有另外2个，他们的故事一点不输银币，而且离我们的年代更近，说不定你手头真的碰巧有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快转到1993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大事，或许在历史课本上并不显眼，但对于硬币收藏界来说，1993年的五角硬币几乎就是传奇。许多年过50的朋友应该都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流通的一种黄色金属硬币，面额五角，一面是长城图案和国民国徽，另一面则是一朵漂亮的梅花，那就是著名的梅花五角硬币。梅花五角自1991年开始发行，直到2001年左右才停发并被新币种取代。在将近10年的发行中，绝大多数年份的梅花五角都很普通，发行量大，价格低，现在依旧只值面值或略高一点。然而其中有一颗明珠脱颖而出，1993年的梅花五角被公认为整个系列中的币王，其市场价值远远超过同系列其他年份。为什么偏偏是1993年呢？老陈揭秘了背后的原因。原来这跟当年的经济政策和民间传闻都有关系。首先，发行量稀少是硬道理。上世纪90年代初，大陆正处于经济调整期。据资料记载，1993年前后，国家实行过紧缩银根的政策，减少硬币发行量以控制通货。结果那2年各种面额硬币的产量都锐减，梅花五角也不例外。1993年的梅花五角生产数量明显比前几年少，市场上流通的就更少了。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因为五角钱本就不是大钱，平日找零给到哪年分的硬币，谁会刻意留意？就这样，1993年的梅花五角从一开始数量上就属于稀缺货。其次，更戏剧性的是民间对梅花五角的一些误解和消耗。90年代时，梅花五角硬币刚推出没多久，由于颜色金黄，不知从哪传出一个传言，梅花五角里面含金，这当然是谣言。梅花五角其实是黄铜合金制成，并没有黄金成分。可是在那资讯不发达的年代，谣言一旦传开，就真的有人信以为真。有些人开始把五角硬币融了提金，结果当然一无所获，但硬币已经被毁掉了。还有不少南方地区的老百姓喜欢把这种金光闪闪的硬币拿去打造戒指、手镯等小饰品，当作吉利的纪念。更离谱的是，在一些地方新建房子时，有奠基压钱币的习俗，会把象征五谷丰登的硬币埋在地基里压阵子。1993年恰逢房地产热潮，不少梅花五角被当作好彩头埋进了水泥，从此与世长辞。这么一来，本就稀少的93梅花五角在流通中又大量损耗丢失，可以说九死一生的存下来的已经不多了。发行少，消耗大，使得物以稀为贵的效应逐渐显现。到了本世纪初，钱币收藏圈开始注意到梅花五角中这个异类，大家惊讶地发现，别的年份五角可能几十枚捆成一卷也没人要，而1993年的五角单枚价格已经悄悄涨到了几块、10几块人民币，那可是面值的数十倍呀！一枚硬币从5毛钱变成5块、15块，听起来或许不如刚才银币动辄上千那么夸张，但别忘了，这是流通硬币，而且涨幅惊人。
在后来几年，随着收藏热升温，93梅花五角的价格节节攀升。现在行情如何呢？老陈透露，一枚普通流通过的93五角，如今市价大概15到20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你当年揣在口袋里坐公车的5毛钱，如今价值购买一碗牛肉面了。如果是没流通过的新硬币，也就是整捆拆封那种圆光梅花五角，单枚价值更高，可达30-40元以上。有些收藏家买卖是以卷为单位的，一卷50枚93梅花五角硬币，视品相可喊价到2-3千元人民币。相比五角的面值，这可是翻了几百倍的身价。其他年份的梅花五角大多还停留在几元上下，只有93年这支梅花开出了耀眼的黄金。93梅花五角因而获得币王的美名，在收藏界一枝独秀。但俗话说币王不好找，这么多年过去，想要在茫茫硬币堆里淘出一枚93年的梅花五角其实不容易。几率上讲，每200多枚梅花五角里才可能有一枚是93年，因为该年发行量占整个系列总量不到 0.5%， 加上很多早被银行回收熔毁或深埋土中。所以若你家还存着上世纪90年代的零钱罐，倒出一堆五角硬币，不妨一枚枚翻过来瞧瞧年份，也许真的能让你找到那枚与众不同的梅花之王。要是运气好发现了，该怎么办？同样的老规矩，保持冷静，细心保存。梅花五角是黄铜合金，常年存放可能表面氧化成暗棕色或者有污迹，但千万别急着去擦亮它。对收藏家而言，带点岁月痕迹没关系，最忌讳的是用化学药水清洗，会让壁面失去原有质感。你可以用干净的软布轻轻拭去灰尘，然后装进小袋子或硬币保护夹里，避免再跟其他硬币碰撞磨损。因为品相每差一点，价格可能就差很多。一枚边缘圆齐、图案清晰、没有明显划痕锈斑的93五角才能卖出好价钱。如果磨损太严重，可能也就比普通硬币稍高一些的价值而已。值得一提的是，梅花五角硬币系列已经在2002年前后停止流通，并逐步回收，所以现在市面上用到五角硬币的机会越来越少。新一代年轻人甚至可能没见过梅花五角，他们昔日奔走于菜市场、公交车上的风光已成历史，但正因为退出流通，幸存下来的93梅花五角就更加弥足珍贵。想当初，多少人嫌五角硬币烦人沉重，随手丢在角落，又有多少人为凑够1元钱，花掉了口袋里最后一枚五角，却没注意那是个珍稀年份。人生没有早知道啊。不过现在明白也不晚，如果你发现了一枚93五角，或许无法让你一夜暴富，但至少也能给生活添颇为可观的一笔零用。而对于发现者来说，那种寻宝的惊喜和对往时时光的追忆，更是难能可贵的收获。说完五角币王，我们再把镜头转向更小面额的硬币1角钱。1角硬币在日常生活中实在太不起眼了，小到许多人掉在地上都懒得弯腰去捡。然而，就是这看似最没有存在感的1角钱硬币，在收藏界竟然也有一位身价逆天的隐形富豪。他的出生年份是2000年，壁面图案是一朵秀丽的菊花，因此得名菊花1角。你可能疑惑，菊花1角我们见得多了，90年代以来一直在用啊，有什么特别？但老陈郑重告诉你，2000年的菊花1角硬币现在单枚价值高达数百元甚至上千元人民币。对，你没听错，就是那种铝制的小小硬币，如今一枚可以抵你当年1麻袋的1角硬币总和。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2000年的菊花1角从未正式在市场流通，它只存在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精致套装币中。也就是说，央行当年只在官方纪念套币里铸造了极少量的1角硬币供收藏，并没有像往年那样把散的1角硬币投入市面找零。对普通老百姓而言，2000年压根儿就没见过菊花1角的踪影。如果你回忆千禧年后买东西找零，1角硬币只会见到1999年的，再往后过了几年才陆续发行了新版的兰花1角硬币。所以说2000这个年份的1角硬币其实是个只闻其名不见其影的存在。
他全部的同胞兄弟都安静地躺在精美的塑封纪念卡册中，被少数钱币爱好者小心收藏着。发行量有多少？据统计，普制的一角套币发行约20万套，精致套币更只有区2万套左右。算下来，2000年一角硬币的存世数量可能也就几十万枚，远远少于其他年份随便几亿枚的规模，真正是凤毛麟角。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件事，甚至许多收藏新手都不清楚菊花一角居然缺了1年。一直到几年后，一些资深藏家发现，咦，怎么从来没见过2000年的一角，只有套币里才有，这才意识到其潜在价值。随着时间推移，菊花一角系列陆续在2018年开始退出流通舞台，这些旧版一角慢慢变成了历史。而那枚从未上场却压轴登场的2000年菊花一角，身价也是节节高升。目前钱币市场上，如果是全新品项2000年套币中取出的菊花一角，一枚可卖到数百元人民币，甚至有收藏高峰时期喊价到1000元以上。试想，一角钱本来能做什么？买根冰棍、买颗糖都嫌不够，可现在它价值几百上千，能买好几箱冰棍了。这翻了上万倍的差距，实在令人瞠目结舌。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一角硬币到了2000年就不发行散币了呢？原因在于当时货币改革和生产成本的考量。90年代末期开始，人民币进行了新旧币种更替，1元硬币准备换上新的菊花图案，1元俗称第4套币的1元，5角硬币也计划改为新的荷花图案并缩小材质，而1角硬币则预计逐步淡出。2000年恰好处于新旧交替的节点，央行可能考虑到库存和成本，当年的1角硬币只制作了纪念套装，而没有另开生产线大批量投放市场。毕竟铝制的1角硬币面值太低，但生产、运输、储存都要成本，流通中又经常被嫌弃不用，所以干脆缩减发行。也正因如此，才无意间造就了收藏界的一段佳话。人们常说错币无价，意思是造币计划中的意外变化，错版往往让某些版本变得珍贵。2000年菊花一角虽谈不上错版，但它是个特例年份，恰如一部剧集藏起的隐藏片尾彩蛋，反而成了全集中最令人垂涎的一枚。如果你在家里找到2000年的菊花一角，那恭喜你撞大运了。不过老实说，多数普通人家里出现它的几率非常低，因为当年能弄到纪念套币的人并不多，即便有，多半也不舍得把里面的硬币拆出来花掉，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有些粗心的人可能拿到套币后，小孩当玩具拆了，或是几经转手遗失，混入了零钱堆。如果真有这样的奇迹，那绝对是价值连城的漏网之鱼。所以不妨留意一下你家老爸老妈的藏品是否有那种纪念币套装，里面嵌着几枚闪亮硬币，打开来看看年份，尤其是一角那枚是不是2000年。如果是，千万保管好，这可比很多纪念钞都值钱啊。谈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想，既然2000年一角这么珍惜，那同年的1元硬币是不是也很值钱？没错，2000年的牡丹1元，也就是老版1元硬币的最后1年，同样没有公开大量发行，只在套装里出现，因此也是一枚大漏。它的市场价值虽比一角硬币略低一些，因为1元套币发行量稍大一点，但单枚也动辄值上千元人民币。如果你凑齐整套2000年硬币，包含1元、5角、1角，甚至还有当时已很少见的分币，那分量就更重了。整套售价远远超过面值的几千倍，称得上真正的传家宝级藏品。看来千禧龙年不仅是个充满纪念意义的年份，连当年的硬币都成了稀世珍宝，让人不得不感叹造化弄人。介绍完以上3个年份的硬币之王，相信大家已经瞠目结舌。从荧光熠熠的民国银币，到黄澄澄的梅花币王，再到不起眼却值千金的菊花小币，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别小看手里的零钱，它们有时真能带来大惊喜。或许你已经开始回想，家中是否还藏着爷爷的钱罐、父亲的抽屉，趁着周末不妨来场家庭寻宝大扫除，把那些角落里的硬币都翻找出来，好好过一遍。特别留意以下几点：看年份
将硬币背面的年份数字仔细查看。我们重点寻找的1949年、1993年、2000年，如果对应的面额和图案也符合前述描述，那很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宝贝币。例如，看到民国38年，字样又是孙中山头像的，是五角银币；看到1993字样，又是梅花图案的，是梅花五角币王；看到2000字样，又是菊花图案的，就是传说中的一角神币。这几个目标务必要认清，看品相，年份对了之后，看看硬币保存状况。如果只是普通磨损，那也有基本价值；但如果品相非常好，边齿完整，图案清晰，表面没有大划痕污渍，那价值就更上一层楼。特别是银质五角币，圆光亮丽着，价值数倍于一般品相。梅花五角也是未流通品最吃香，菊花一角基本只存在未流通品，所以价值都很高。切记不要为了让它看起来新就乱清洗打磨，那反而会降低价值。注意鉴定，如果你幸运找到了上述宝币，千万保持冷静。接下来该考虑鉴定和变现的问题了，建议带去专业钱币店或收藏品市场，找有经验的老行家长眼，他们能确认真伪，给出合理估价，别怕收服务费，因为确认真品才能放心出售嘛。万一不巧遇到赝品，也好及时止损，不要抱着伪币空欢喜。此外，也可以考虑送鉴定公司封装评级，特别是品相极佳的硬币，上了评级分数更能提高售价，但评级费用较高，适合价值较大的硬币，像五角银币这种可以考虑，梅花五角和菊花一角若品相一般就没必要。市场行情，了解当下市场价，别被不良商家压价收购。可以在网上查查最近成交记录，或者在钱币收藏的论坛群里请教其他藏家。目前大致行情我们前面说了些，当然不同地区、不同渠道价格会有差异，但心里有数，就不至于贱卖宝贝。但也别忘了，行情涨涨跌跌有波动，别被天花乱坠的报价迷惑。某些炒作新闻喊出涨价几万倍，价值几万元，那都是极端例子，或忽悠，理性看待为宜。说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感兴趣，除了上述3个年份，还有没有其他年份的硬币也很值钱呢？答案是有，但都离不开稀少二字。比如一些早期的分币，1分、2分、5分硬币，某些年份因为大量流通也成了热门。又或者流通币中存在变体币，也就是错体币、错版币，例如铸造时模具出错，造成图案错位、双面同图、年份数字缺一笔等等。这类错币往往数量极少，反而比正常币更值钱。老陈就遇过一枚一角硬币，正反两面都是一字图案，没有国徽，被确认是造币厂的疏漏，结果拍卖出几万元高价。不过错版币可遇不可求，千万枚里难出一枚，真要捡到，那运气逆天了。我们普通常友不必强求，倒是防诈骗很重要。市场上有人故意做旧制造假错币来行骗，或夸大普通币价值来收购炒作。大家要多长个心眼，学点钱币知识，才不会被忽悠。总而言之，硬币收藏其实是件有趣又有惊喜的事情。那些年轻时随手攒下的零钱，有些真的会在多年后给你意想不到的回报。当然，我们分享这些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囤积投机，而是希望提醒您，也许财富就在你身边，被你忽略在角落的旧物中。今天介绍的这3个年份，硬币民国38年的五角银币，1993年的梅花五角，2000年的菊花一角，可以说是国内钱币收藏圈家喻户晓的3大天王。他们的传奇经历让人不禁感叹，不起眼的小钱，命运转折后能身价1000倍，看似平凡的年代也会孕育出稀世之珍。如果你有幸发现其中任何一枚，恭喜你为家中找到了一笔隐藏财富。即便没有找到，也不必灰心，至少你现在了解了这段有趣的币源故事。节目的最后，老陈也建议大家对待老物件多一分耐心和关注。也许那灰扑扑的瓶罐、旧相册、零钱盒里就藏着历史的记忆和意想不到的价值。就当做一次寻宝游戏，过程本身就充满乐趣。说不定整理完家里的杂物后，不仅环境变整洁了，还真能收获几枚价值不菲的宝贝币，给生活添上一笔小确幸。
今晚就行动起来吧，翻一翻抽屉和罐子，擦亮眼睛，寻找那些年代久远的硬币。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运硬币，体会到发现宝藏的惊喜与快乐。要记住，家里这种旧硬币别乱花，一枚也许就抵得上你1个月的工资呢。现在就去寻宝，下一个幸运儿说不定就是你。祝大家好运连连。